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照一次 CT 对人体有伤害吗？终于有医生站出来说实情了。如今我们大家几乎都养成了定期去医院进行健康检查的好习惯，这是由于大家的养生意识有所提高所带来的重要表现。因为很多疾病几乎是没有症状，就算是出现了症状，也会以一些常见的小问题所混淆。所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不仅可以了解个人的身体状况，也能够及时的把疾病扼杀在摇篮当中。否则不注意的话，逐渐使疾病恶化，就很可能会达到一个难以治疗的地步当中。而在临床上，检查项目是各种各样的，不仅有着常见的血常规，很多疾病或者很多检查的过程当中，也会经常进行 CT 检查。但是关于进行 CT 检查到底会不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危害和麻烦，不同的人就有着不同的说法。很多人一听到要进行 CT 检查就会感到非常的反感，认为进行 CT 检查会容易带来辐射，并且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。那么照一次 CT 的话，对身体有危害吗？CT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？ CT 检查是临床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医学影像检测技术，对患者身体上的任何部位都可以进行扫描，包括头部、颈部、胸部、腹部的。扫描完成后，这些数据会被计算机处理成图像信息，医生根据图像信息给患者出具诊断报告。也就是说， CT 检查是将人体结构切成无数个小片，这些小片将被计算机系统转化成图像信息，然后医生根据 CT 检查反馈的数据，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。术后患者做 CT 检查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患者术后的恢复情况。 CT 检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普通平扫，一种是增强扫描。普通平扫是指患者躺在 CT 机器上，在数秒内即能够完成 CT 检查。增强扫描是指患者在平扫 CT 的基础上，静脉注射点对比剂，随着血液的循环，点对比剂进入到患者全身组织和器官当中，有利于医生观察患者体内的病变组织跟周围正常的组织相对比。有时候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明明做过 CT 了，医生却还要求做增强 CT，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增强 CT 有必要要做吗？做了 CT 为什么还要做增强 CT？ 实质上 CT 可分为普通扫描和增强扫描，两者的区别在于无注射造影剂。我们上面说了，增强 CT 由于注射了造影剂，能够增强病灶与周围组织的对比，以便更好地发现病灶，并清晰地显示病灶的范围。对于已经确定是恶性肿瘤的情况，增强 CT 能够判断肿瘤属于早期还是晚期，能否切除。总之，增强 CT 是很有必要的一项检查，但是由于增强 CT 中的造影剂可能会导致过敏症状，比如皮肤发红、恶心呕吐，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、休克等的问题。因此，增强 CT 不适合所有人进行。若患有严重的心肺疾病、甲亢、糖尿病、肾病，或者是对碘剂过敏的人，都应该主动地告知医生，避免发生意外的事件。因此，尽管增强 CT 是一项很重要的检查方式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。要不要做增强 CT， 还需要根据主治医生的建议来做。不过，在一些情况下，为了更好地清晰病情，增强 CT 检查是必须要做的。照一次 CT 对人体有伤害吗？终于有医生肯站出来说实话了。一般来说，人体一些器官对于 CT 检查的辐射比较敏感，比如甲状腺、乳腺等，长期频繁地接受辐射照射，可能会诱发异常增生，导致细胞病变分裂。这是因为 CT 发出的 X 射线会产生电离辐射，还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损害 DNA 的自由基，引发细胞癌变的风险。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经常做 CT 检查，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，轻则出现发育迟缓，重则诱发血液病等的其他恶性肿瘤。做一次 CT 的辐射到底有多大？
是根据患者检查的部位、检查的项目来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身体不同的部位组织做一次 CT 受到的辐射剂量值是不同的。做一次头颅 CT 平扫，辐射的剂量大约是40毫西弗；腹部的 CT 平扫，辐射剂量大约是6到8毫西弗。而根据美国核能委员会的相关建议，显示身体每年应该承受的年平均辐射剂量不应该超过3毫西弗。所以进行一次 CT 扫描的剂量很有可能就会占到这个限度的一半或者是更多的状态。但是大家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，我国临床医学所使用的电辐射线剂量完全在人体可承受的范围内，只要不是长时间大剂量的暴露在辐射环境下，就不会患癌。做一次的 CT 出现癌变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虽说照一次 CT 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辐射，但并不一定就会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。只要是正确合理的进行，就不要担心 CT 检查会给健康带来问题和麻烦。那多大剂量会诱发癌症呢？尽管每次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在安全范围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 CT 检查可以放心的去做。事实上， CT 检查仍然存在患癌症的风险。根据相关研究，效剂量为10毫西弗的成人腹部 CT 检查将使癌症的风险增加2000分之一。国外研究数据表明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已经确认， CT 全身扫描体检将受检者的辐射致癌风险增加约 8%。 这意味着接触的次数越多，罹患致命癌症和遗传病的可能性就有可能会越大。所以虽然每次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在安全的范围内，但长期反复进行 CT 检查可能会对人体造成辐射损伤，特别是对甲状腺。既然 CT 检查有辐射，为什么不选择没有辐射的核磁共振呢？虽然 CT 检查确实存在着辐射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它与核磁共振相比较，因为它们的原理和适用范围是不同的。核磁共振则是利用磁场和射频脉冲对人体组织产生信号，从而得到图像。它不使用 S 射线，因此没有辐射风险。但是核磁共振对于某些疾病确诊效果不如 CT 检查，比如肺部疾病等。同时，核磁共振的检查时间通常较长，对于一些不耐受的患者可能会产生不适感。在实质临床应用中，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需要检查的部位，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法。4. 哪些人群不适合做 CT 检查？ 1. 婴幼儿。婴幼儿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比较差，即便是接受小剂量的辐射，受到损伤的可能性也要比普通人要大，所以不适合做 CT 检查。2. 备孕夫妻、孕妇、哺乳期的妇女。CT 检查有放射性的危害，孕妇做这项检查会影响胎儿神经和气脏的正常发育，哺乳期的妇女做这项检查不利于宝宝的健康成长，备孕的夫妻做这项检查会对备孕过程产生不良影响。3. 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。 CT 检查通常涉及使用含碘造影剂，该造影剂经肾脏排泄，如果患者的肾功能受损，不适宜使用这些造影剂，因为它们可能会进一步的损害肾脏功能。4. 过敏体质人群。有一些患者对 CT 造影剂会产生过敏反应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皮肤红肿、瘙痒等的症状，所以过敏体质的人群不适合做 CT 检查。5. 如何降低 CT 带来的伤害？做好3点很关键。在进行 CT 检查前，如何降低辐射对身体的伤害？这3点要牢记。1. 摘除金属物品。在进入 CT 检查室前，身体不能有任何金属物品，女性内衣含有金属扣也需要摘除。检查过程中，金属会对结果产生干扰，影响判断。2. 尽量减少检查次数。如若非必要，短时间内一般医生也不会推荐重复进行 CT 检查，所以积极配合医生，提高检查准确性很有必要。3. 多补充新鲜蔬果。CT 检查后应多吃橘子、草莓、胡萝卜等维生素丰富的食物，而这些食物也有抗辐射作用。
可以降低辐射影响，以及促进细胞修复，帮助新陈代谢。机体检查利用得当，它就是及早的发现病变的利器，所以患者不要过于的抗拒。微量辐射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，但若错过了检查，导致病变无法及时发现，那就是真正埋下安全隐患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